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目前欧洲语言的书写系统总共分为3种，除了东欧与希腊分别使用西里尔字母与希腊字母作为书写系统之外，其余语言则是以拉丁字母为主，也是欧洲最大众的书写系统。由于大部分欧洲语言都是以拉丁字母写成，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英文比较可以被区分出来之外，其他欧洲语言看起来几乎都长一样。更别说部分欧洲语言之间血缘关系极其密切，如果没有特别学过的话，是很难分辨出2种以上欧洲语言的差别的。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选了2门对于非母语者来说特别相似的语言。今天的影片主题是德语跟荷兰语之间的差别为何。这2门语言虽然都同样隶属于日耳曼语族，但在书写与发音上仍有差异。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德语的知识。德语目前大约有9500万人的使用人数，为欧盟的第1大语言。这是因为德国是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除了德国之外，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比利时、瑞士，德语在这些国家也是通用语言。而德语又可以依照其分布地区海拔的不同，分为高地德语以及低地德语。划分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的地理间就是本拉特线。高地德语主要分布于德国中部与南部山区，代表城市为慕尼黑以及法兰克福。现在标准德语就是从高地德语发展而来的。而低地德语则分布于德国北部平原，代表城市为汉堡以及不来梅，且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因此荷兰语跟低地德语较为类似，在语法上也比标准德语简化许多。再来我们看一下荷兰语，荷兰语的使用人数大约有2400万人。这边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冷知识，荷兰语除了在荷兰通行之外，在南美洲苏利南也将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不同于德语仍然保留传统的日耳曼语的格位，荷兰语在演化上跟英语一样，只有在人称代词保留这种格位系统。另外在文法性别上，德语总共有3个性别，阳性 der， 阴性 die， 中性 das。更可怕的是，这些性别还会随着格位做变化。大家看这个图表就知道了。这同时也是为何德语被视为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而荷兰语则简化为只有共同性的 de 跟中性的 het 2种。因此，荷兰语通常被认为是介于德语跟英语之间的语言。在学习上，荷兰语学起来会比德语还要简单。接下来就是如何从书写上区分。德文除了会出现 语这3种语言之外，还会出现 St 这个长得像 B 的德文字母。St 是德文最显眼的特色，因为在世界上所有语言当中，只有德文有 St 这个字母，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段文字当中出现 St， 那就绝对是德文。理论上不会有误，但是有时候 St 会被写成2个 s， 这里大家要留意。而荷兰语则比较常出现双母音，例如 o， 还有一个会让非母语者误认为是2个字母的母音，那就是 i， 这也是荷兰文的特色。最后来到听觉的部分，德语的语气听起来比较强烈，而且也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咽喉及都会在说话时有明显的收紧，这也是为何大部分人都认为德语听起来很凶的缘故。10 Jahre sind auch die Übergriffe in der Silvesternacht von Köln inzwischen her. Die damalige Oberbürgermeisterin Henriette Reker bezeichnet diesen Tag rückblickend als Wendepunkt in der deutschen Aufnahmepolitik für Geflüchtete. Im Kölner Stadtanzeiger sagte sie, viele Menschen in Köln hätten danach ihre Sorge vor Überforderung deutlicher und häufiger geäußert als zuvor. Auch wenn die Willkommenskultur sich nicht grundlegend geändert habe. In der Silvesternacht zu 2016. 而前面说到，荷兰语介于德语跟英语之间，因此荷兰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卷舌音。此外，荷兰语还会有一个非常响亮的轻软2擦音，也就是俗称的咳痰声，这也是荷兰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Goedemiddag, dit is het NOS-journaal in makkelijke taal van woensdag 31 december, de laatste uitzending van het jaar. En ik ben Saïda Magé. In dit journaal gaat het over de gladheid op de weg. Honderden mensen kwamen daar vanochtend door in de problemen. We laten zien dat het een spannende avond wordt voor hulpverleners. En we vertellen over traditie. 以上就是德语与荷兰语究竟有何差异的影片，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正在学习德语或荷兰语，也可以腋下留言区讨论看看你觉得哪一门语言比较困难。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我是阿明，下期见，拜拜。